不知不觉间，小米这家公司呢，竟然已经度过了整整10个年头了。10年里，小米从一个 ROM 开始，变成了现在世界上最年轻的5百强企业。这样的成绩对任何一个公司来说并不容易。所以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小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其实这个问题一直都有争议，小米认为自己是互联网公司，而资本市场呢却认为它是一家硬件公司。那这2点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大家对这有着不同的看法呢？别急，看完这个视频你就知道。要真正了解一个公司，我们就只需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公司究竟怎么赚钱？我们要聊的就是小米赚钱的3块核心业务：手机、智能硬件、互联网。第一块业务，手机业务。2010年，小米公司成立，当年的8月，米 UI 正式发布。而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公司的老板是互联网里第1代企业家雷军。随后的10年是小米突飞猛进的10年。2011年，小米发布了米1，让普通人也终于买得起牛逼的智能机。2013年，红米1发布，正式拉开了干翻山寨机的序幕。而到了2017年，市面上基本就不再有山寨机了。到了2020年，曾经风起云涌的市场，波澜壮阔的景象不在，手机市场已经是红海中的红海。10多年过去，市场在不断的变化，但不变的是，手机业务一直都是小米最核心的业务，而且也是销售额越来越高的业务。但同样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它也是小米利润率最低的业务。不赚钱也就算了，雷军甚至还曾经在2018年武汉大学的演讲里面说，小米硬件的综合利润率永远都不会超过 5%， 如果有超出的部分，将超出部分全部返还给用户。这是真的吗？翻开小米财报里关于手机业务的利润表，我们会发现事实也的确如此。从做硬件开始，小米手机的利润率就没有超过 10%。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2021年小米卖掉了400多亿的手机，小米已经成为了世界第3大手机厂商，但小米还是不想靠手机赚钱。为什么？跟任何传统的制造业一样，如果没有建立起强到别人无法超越的壁垒，想提高毛利率实在是太难了。强如苹果也是耗费了40多年的时间才完成的这一壮举，小米太难做到了。那还不如先往好处说，如果小米手机想提高利润率，那小米手机就卖不到世界第3，就搞不到小米最想要的用户，那么靠互联网赚钱的梦想就会受到对应的影响。姑且不论小米所说的综合利润率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实际上呢，手机这个东西啊，除了苹果以外，还有几个能超过 10% 的？华为荣耀总裁赵明也说，在中国达到 5% 的硬件公司是凤毛麟角。要是荣耀的综合硬件净利润率达到 5%， 他就已经很开心了。言外之意就是你要能做到，这样说才是有意义的嘛。这就好比胖哥现在承诺胖哥的视频永久免费观看一样。既然手机业务的毛利低，那是不是还有新的业务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到小米的第2块业务，智能硬件了。第2块业务，智能硬件业务。智能硬件也是硬件，毛利比手机也高不了多少。在这里呢，我之所以把小米的第2块业务智能硬件单独拿出来说呢，是因为智能硬件是小米赖以生存的、构建竞争力的基础。我们回顾一下就可以发现，2013年9月，小米第1代电视和机顶盒发布；11月，小米路由器发布；2016年，小米推出智能家居品牌米家，提出要用极具竞争力的价格为大众搞来年轻人买得起的第1个智能家居。在小米做智能硬件之前智能硬件还都是挺贵的。而现在我们生活中有着数不清的小米产品，小米吸尘器、小米充电宝、小米电饭锅、小米剃须刀等等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产品中真正由小米研发的就只有路由器、电视、音箱、手机，剩下的产品都是小米投资的公司所生产的。小米把这些公司纳入到小米生态链的旗下，给品牌给钱，甚至还帮他们卖。大家可以理解为把小米在手机行业里面做过的事情重新帮助别人来再做一遍。而这个投资的成果也极为耀眼，移动电源第1，净化器第1，扫地机器人第1，手环世界第1。可是第1归第1，即使投资了这些利润率不高的硬件公司，还是没办法帮小米赚钱。那小米为什么还要做呢？这就是小米的高明之处。当所有的手机都只能打游戏、发微信的时候，你当然会谁好用用谁的。
但当只有你的手机才能控制你家的电饭煲，只有你家的手机能控制打开窗帘，定时的遥控家里的空调、空气净化器，几乎控制你家里所有设备的时候，你还会离开它吗？小米财报显示只要用户使用了一次的小米智能硬件，用户的平均连接设备数也会在之后的1年内提升25%以上。拥有5件以上连接至小米硬件平台的设备数，同比会增长63.9%。说的简单点，就是只要用户用上了小米的智能设备，大概率就离不开它了。卖手机不赚钱，就卖周边硬件赚钱；卖周边硬件也不赚钱，就做得更好点，让更多的用户买更多的设备。但即使是这些，也不是小米真正希望中的赚钱的业务。正如雷军在知乎上一个回答里面所说的，10亿美金的公司他自己已经做过太多了，复制自己没有意义。虽然这件事对普通人来说遥不可及，但我相信这是雷军的真心话，毕竟他是雷布斯嘛。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小米利润率最高也是最有想象力的业务。第3块业务，互联网业务。2018年小米上市时，被问到小米究竟要做多大的时候，雷军半开玩笑的说要做成像苹果乘以腾讯那么大。虽然这句话是开玩笑但多少也能表露出雷军当时的野心，那就是如果只靠手机想要干成1000亿美金的公司，太难了。很简单的道理，苹果作为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它的市值呢长期都只有盈利的20倍，而相比之下不怎么赚钱，往往还大量亏损的亚马逊，它的市值却一度是盈利的200多倍。这里我们要普及一下一个基本的知识投资买的是对公司未来发展状况的预期。互联网业务发展速度快，而且形成垄断效应以后利润率非常高，资本市场呢就更加看好，所以互联网公司的市值都是远远高于制造行业市值的。小米一直在说自己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经常宣传自己价格公道、用心服务，不想靠手机赚钱。但是小米没有说的后半句是，小米想靠手机背后的服务赚钱。那互联网业务比起手机业务来究竟有多赚钱呢？我们从下面这张图里面就可以清晰的看出来。2020年的第3季度，小米一共收入了750亿，赚了41亿。手机虽然占了总收入的66%，但在利润中只占了不到40%。互联网占了总收入的8%，但利润率却占了34%。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小米互联网服务的收入能占到小米总收入的1/4，那小米赚到的钱差不多就可以翻1倍。所以大家现在能明白为什么小米非要说自己是一个互联网公司了吧？但是从小米多年的股价表现来看，资本市场并不太为这个宣扬买单。说的简单点，就是雷军到处跟别人说我们小米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别人跑过来嘲笑他说别逗了。Are you okay？ 实际上呢，提高互联网服务的收入并不容易。小米的互联网业务呢，基本上包含这样几个大类：软件商店的下载、广告收入、游戏分成、预装 APP、电商分成，还有金融业务。比较好做的简单业务，譬如说广告、应用商店服务、游戏分成、预装 APP， 基本上挖掘的空间呢比较小了。举个简单的例子，那就是你手机上能放广告的位置就那么一点，你想再多放一些广告，用户就会特别的反感。如果用户特别的反感，他可能就不用了，那你永远也打不了广告。所以剩下来的一些呢，可能就相对比较复杂了需要大量的投入才能做好。譬如说电商、云服务，这些呢都需要投大量的钱去做，而还有一些呢，可能还会涉及到合规的问题。譬如说，虽然金融也很赚钱，但小米的金融做的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谨慎的。学过小学数学的都知道，价格等于单价乘以数量。互联网公司呢，之所以赚钱速度快，就是因为有了稳定的商业模式以后用户获取的速度快，用户数量多，单个用户赚的钱多，公司赚的就多。而前面我们也知道，小米作为一个互联网公司，获取用户的办法就是卖设备。卖设备，卖设备，但卖设备是卖不了太快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小米也投资了很多公司，比如说投资了爱奇艺和优酷，投资了金山，投资了 YY， 投资了迅雷等等等等。但是投资解决不了获取新用户的问题。跟互联网公司的投资与合作呢，充其量只是给小米的用户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本身并不能给小米带来直接的用户。小米想要成为一个被认可的互联网公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为什么要限制自己呢？小米不是抖音快手，小米不是拼多多和滴滴，小米
就是小米。对小米来说，不断的做好自己的硬件产品，不断的增加能使用自己互联网服务的用户，才是最重要的。小米的基本盘，小米一切的来源是每一个使用小米手机、使用小米智能设备的用户。所以回到我们视频开头的问题，小米究竟是一家什么公司？我觉得不用管自己是什么公司，只要给用户创造价值就好。2020年，雷军在发布小米10的时候宣布，梦想起航。被认为成也性价比、败也性价比的小米，终于开始正式冲击高端手机市场。高端手机呢，是过去10年来小米一直渴望冲击的梦想。新款手机很快销售火爆，小米的高端机机型占有率到达了中国市场的第3名。可是刚高兴没多久，11月底，小米公司高管在一次会议上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使用小米手机的很多都是屌丝。这句话顿时又让小米陷入了舆论的漩涡。虽然这件事最后的结果呢是高管主动离职，小米公司道歉了事，表面上是因为高管说错了话，大家反应过激，但这件事情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千千万万个小米粉丝们的深深的担忧，那就是小米会变吗？这个曾经把价格公道和实诚这几个字告诉同行、告诉中国、告诉世界的公司会变成什么样呢？我并不知道。我知道的是，真诚和热爱的价值观让小米干掉了一堆质量有问题的山寨机，让小米干掉了品质参差的垃圾设备，让消费者用上了价格便宜又好用的智能硬件。但是如果他抛弃了一直支持他们的没什么钱但也想热爱也想发烧的被别人称之为屌丝的用户，那么市场也一定会毫不留情的抛弃他。忘初心，方得始终。